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8月21号，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开始，美东时间11点半，计划直播30分钟到12点，请大家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直播了。那么大家可以提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把英文名字和代码打上来。那么已经有朋友提问了，已经有2位朋友进入直播间了，欢迎你们。他们已经提问了，在他分析他们的时候，我们简单用2-3分钟时间说一下大盘。这个标普指数的话，昨天大家已经关注到了，出现了一个快跌。那么昨天这个快跌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大周期上看一下周线上，现在看到周线，周线上出现顶纹型了，所以说我们要关注这个顶纹型的后期延续性，能不能够出来回调一笔？因为它的回调针对最后这个中枢的话，回不来的话，还是周线的一个小300，还可以再打一个高点，对吧？所以要关注这个出现顶分型以后的延续性。那么在日线上，这个回撤现在虽然说有5根 K 线，但是今天和昨天有包含关系，对吧？需要再次跌破昨天的低点，才能出现日线回撤一笔。回撤一笔之后，针对这个中枢还是300，那么你可以从前面这个简单的测一下潜在的这些回调的位置，对吧？因为现在市场关注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明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讲话了，在这个全球央行的这个会议上，明天有他的讲话，非常重要。就因为他这个讲话，就会有一些市场现在关注的就是9月份到底是降25个基点，还是说根本就不降。所以说这个他明天的讲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些指引。那么明天的话，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那么明天也会出方向。如果说快速下沉的话，那要注意，不是要去割肉，而是说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买点，它可能一个快速回拉。所以明天它会出现一个方向性的选择。那么这是针对指数，因为从现在这个中枢它这个脱离的还是挺远的，想直接拉回来的话，现在看可能性不大。我们看一下大概空间。现在的价格到这个回到中枢里面来，刚好也是这个200天和120天均线也在这个位置，对吧？这个空间是7%，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想一下砸回来不太可能。那么就看它是不是能够慢慢的回来，或者说给一个浅的回调之后继续延续上涨。所以现在的回调都是很健康的。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看一下，大家提问，先看第一个这个朋友问的 USAR，Rare Earth 有可能是跟稀土相关的这个一个票吧，但是这种票的话，我不知道这个龙头是不是，我看之前也有一个这个 MP， 也是跟稀土相关的，好像是这个苹果。是从他们家买或者签了很长一个合同吧，苹果好像是从他们家买这个稀土的一些材料，但是呢，你问的这个 USAR 的话，明显图形上是没有那个 MP 那个好，但是也是在慢慢抬升。我们看它的图形，这个底部是慢慢抬升的，你发现没有？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通道，你这个简单画一个通道，你能看得很清楚一点。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通道，从这个最低点，那么它一直在做通道运动，所以说你不像那个MP 那个明显是一个这个拉升阶段，它这个浪形比较明显，所以说比这个 USAR 的图形上起码比那个要好。那么但是呢，基本面的话，这个就要需要自己去这个查一下。但是个人选择的话，肯定选那个不选这个呀，因为它没有突破性。对吧？都是在这个区间震荡。那么你能做的就是到了上区间卖一卖，到了下区间买一买。其实其他的并没有很好的一个这个操作的方法。那么你也可以把这个，它也有中轨，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它这个通道线的话是没有的，但是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个
中枢其实它也有一个相对的一个中间的位置，对吧？那么中间偏上，或者在这个区间，那肯定是偏强，在下面这个区间就偏弱。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中间画一根线来简单判断一下，现在是比如说这个位置，它就没有突破相对的中间那个线，它又调了一次，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利用这种，主要就是判断现在是谁强一些，或谁稍微强一些。那么针对它的话，简单的策略就是通道上面卖一卖，通道下面买一买。现在没有脱离这个模式，或者说没有脱离这个 pattern， 那么你就可以延续这种操作的一个策略。好的，我们先每个人谈一个分析一个，然后再回过头来，因为他问了2个。再看下面这个秦朋友问 OKLO， 这个的话是一个核电公司，大家对它基本面应该比较熟悉了，对吧？那么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给这些数据中心提供电能。我不管你数据中心或者 AI 成不成功，但是你要用电呢，对吧？那么你用电的话，你就类似这个卖铲子的，其实英伟达也是卖铲子的。那么核电这种能源公司也是卖铲子的，所以说它的基本面现在肯定是没啥大问题，起码因为想要跟这些能源公司签合约的话，都是5到10年，因为他们必须长期的合约，他们才能够去开展他们的业务。所以说针对他们的话，就是有的短期回调肯定是你需要做多的，那么基本面没有问题，每次回撤你都大胆做多就好了。那么这是简单说一下它的基本面。那么看一下它的图形，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从这个最低点 5.45 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然后开始离开，对吧？那么我们简单目测这个离开非常强，比这个进入段要强，没有背驰。但没有背驰，它也现在已经出现2周的回落了。那么你简单也是先看一下大体的可能的回撤的空间。那么如果说再往下蹲一蹲，蹲到这些位置的时候，那么是非常好的一个做多的机会，因为针对这个大中枢的话，还是3买，对吧？这都是3买，即使到0.618的。但是看它能不能够回来那么深的话，那你就需要降低周期了，看一下这个顶分型能不能够延续出来一笔。那么你要看一下次级别，从这个起涨点 17.42， 那么 17.42 就是我们分析的重点，就是说要么 17.42 向上继续延续，要么是这里能够出现回落一笔。但是在这个 17.42 之后或右面，我现在只关注 17.42 右侧这些结构。那么你看一下它的结构，现在这是进入段，2次回落构成中枢，开始离开，然后这个比较有背驰，开始又出现新的回落。那么这个回落还是比较深的，相对我们看一下，应该是跌破了 0.618 了。刚好挂在了 0.618 上，看到没有？刚好挂在 0.618 上，今天又出现底分型了。然后它的内部是基本上一个123。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周期上，1小时上看一下这个底分型能不能够突破出一笔来。如果说能够起来的话，那就是针对下面这个中枢还是3买，它还可以再打新高，或者说在这里做中枢，这样的话就是 A 中枢 B 中枢再打高点也可以，对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降低周期看一下。好的，看一下这个1小时上，这里有过一次反弹，这里也有过一次，但是呢有波函关系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再上来，那也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中枢1小时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它反弹的那个力度了。这样的话是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然后再下来，这是一个结构，对吧？那么你有没有在这个位置？因为你要是想做它长期做的话，肯定要盯着它呀。因为在这个1小时上，那么它的内部我们看，从这个下跌，然后一堆、2堆、3堆，对吧？已经有3小堆这个区间了。我跟大家简单说过，出现这种结构的时候，说明它的小周期是有中枢的呀。都已经出现3个了，然后出现一个强势底分型的时候，你有没有在这个位置进场做你的差价，对吧？所以说，这一笔是完全可以操作的。然后再有的这个分析就是从这个起涨点，从这个起跌点呢，85.34，当时出现中枢之后，你去测它潜在的这个止跌的位置，怎么测出来呢？我们要测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测一下。现在我们类似一个复盘，
看这个的跌幅到 59.34 是等比例，它没到这个位置，要内部又很饱满，然后出现了一个强底分型，说明被持了呀，对吧？所以说通过这个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这个位置也是应该你进场做短差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短差已经出来了，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做了短差的话，那么现在应该考虑是不是要减一点了，或者说应该把短差的卖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回不去的话，还是这个中枢的三卖，它还可以再打一个低点，或者说给一个二买，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也可以，一个反向中枢，再打一个离开，以这种方式让这个结构变得更饱满一些。就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再做一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对吧？现在怎么选我们不知道。首先这笔看着要结束了，那么我跟大家说过，超过3根 K 线的并排，说明次级别或次级别有中枢，现在已经留2小堆了，说明它的小周期上涨的动能不够强。但是好在什么呢？好在这个 MACD 的张口还可以，张口还张的比较大，看它能不能继续再往上冲一冲，对吧？看能不能冲到200小时，到了200小时这里，看能不能冲到这里。但是呢，还是回不去的话，还是3买。那么就看它之后给不给一个二买，这个二买要买回来，因为它完全可以是一个快速拉升，或者说是一个缓慢拉升，做第二个中枢也可以。无论怎样的话，手里有现在是首先是不能追，手里有的话可以慢慢等一等，给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落的时候再减掉你下面买的，然后等待第二次进场的机会。但是整体来讲，这个票就是有回落就大胆做多就问题不大，因为它基本面是长期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好的，这是简单说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再往下看，DAC 朋友问这个 ETH 以太币是吧？以太币的话，前一阵儿它这个月吧，它的整体表现是比这个比特币强的，因为我们看这个月它目前是涨了 15.44%， 那么比特币的话这个月是跌了 2.3%， 所以说以太币是明显比这个比特币这个月表现是强的。那么我不知道这个 DAC 朋友是不是之前问这个的那位朋友，那么我们之前在这里的时候他问过，然后我们当时说起涨点，这是我们之前画的这个痕迹，就在这里1383这个位置，对吧？那么他这里是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它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这一波起涨的是在这个位置2372，对吧？那么当时我们说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是测过黄金分割回落的，当时是在这个位置，但是而且它这个小周期上这段跌的是比较快，所以我当时说再等一等，等它再蹲一蹲，离这些位置比较近的时候可以进场做多，因为它针对它的话还是3买。那么他最终选择的就是离这个0.32非常近的位置出现底分型了，所以说你一直盯着它的话，你是不会错过的。一旦出现拐头，你就肯定要杀进去，对吧？因为它的小周期上又出现了饱满结构，你利用我们的双触发，出现顶底分型，首先是第一个触发，但是你还要看它的内部结构。这的好处就是让你的精确度提高，让你的进场位置离这个拐点更近，这样的话，你基本上就是买了就涨，那是最爽的。那么现在它从这个起涨点的话是一个1、2、3、4，对吧？那么这个4的回落，我们看一下昨天那个低点4062，没有碰到前面这个，那么还是这种浪形结构，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因为这个周三和周二有包含关系，经过包含处理的话是周二这个高点是这个底分型的高点，所以说今天首先或者说明天或者这周，首先要突破这个4356才会出现这个底分型，对吧？出现底分型的话，它的内部也是有结构的，进入段一个小中枢，然后一个离开，哎，这个结构也是相对挺饱满的。所以说出现这个结构的话，你可以利用更小周期再次做多，因为它还是一个1、2、3、4，只是一个4的回落，还可以有5，对吧？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这段的这个回落的这个应该是相对的深一点，但是也是刚好是到 0.5 的位置，看完没有？它这个回落，当然它可以再深一点到 0.118 都有可能，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预测到的，只能去跟踪它。如果说真到了 0.118 的话，那相当于就碰到这个高点了。碰到的话怎么说呢？碰到的话这里就有中枢了，
就是反向有中枢了，这里有一个中枢了，那么这就是 A， 这就是 B 了，对吧？做了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够再次出高点，或者说什么呢？或者反弹一下，然后走反向也可以。所以关键就看它这个反弹这个力度。如果说反弹力度很弱的话，那就会给你一个日线的一个二脉，你这里要赶紧跑掉，因为它是快速杀了下来也可以，或者说给你一个背驰的下杀，那你还是可以买回来的，在这个位置，对吧？那么还可以继续做多。所以说，怎么演变的话，那就需要稍微细一点的跟踪了。那么现在就看它这里，首先要出底分型之后，再有进一步的动作。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个因为秦朋友问 Palantir，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其他人就尽量每个人都能分析到一个先。问特斯拉，特斯拉的话，现在是我们之前就它现在处于一个纠结状态。我们之前在这里画过一个趋势线，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这个周期。那么日线上它一直没有突破前面的这个趋势，一直没有突破这个有这么一个很明显的趋势线在这里。你必须要有力度的突破这个趋势线，你才能可能把这个上面的空间打开，对吧？现在就是一个收缩整理状态，那么你能做的就是也是一个区间震荡，其实。那么这里是有这么一个，你把这个中枢画在这里也可以。所以说，就是中枢的上面减仓，中枢下面或中枢的内部，因为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可以是任意位置，那么你就利用日线这个周期和1小时或30分钟结合一下。但整体来讲，它没有太大的这个就你要想做短线的话，现在特斯拉不是很好的这个标的，它这个空间也不够大。你看它这个震荡区间。10%左右的一个空间，比较磨人，所以说你要做短线的话，不是一个好的标的。但是呢，它必须要选择方向，或者说你可以跌破这个273，跌破它意味着什么？跌破它的话，这里大周期上、周线上就有一笔回落了，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进入段，然后有中枢，然后再次跌破，这种调整可能更好一点。所以说你可以这个位置可以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的位置，说明它的大周期上有一个比较深的调整。也就是说，利用它现在其实就是特斯拉在做什么动作，就是利用空间换时间，对吧？或者说利用时间换空间。所谓的利用时间换空间，就是它在这里磨，用时间在这里磨，但是空间不大，所以说利用磨的把很多没有耐心的人磨出去之后，一个再打一个低点，类似一个破底翻，直接再拉上来，对吧？可能是这种的一个结构，所以说现在做它的话需要有耐心，它的这是下一次财报了，所以说短线的话是不建议做它。我们再往下看，有位朋友问 TTD， 这是一个应该是券商之类的吧，或者做美股的一个券商。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上有没有。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这种大周期，那么月线上我再看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月线上这个比较清楚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稍微画一下。它在月线上的结构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它现在就是围绕月线在这个区间震荡。你这个做的话不难，如果说你能够找到这个区间之后，你就在这做震荡就好了嘛，对吧？它就这么一个区间，对吧？你就很明显的前三根定区间，定好区间之后，你就围绕这个区间做中枢震荡，上面减一减，在它下面或中间的某一个位置就这个做多，上面是做空或者减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策略，你看它这个反弹刚好够5笔之后，刚好够5根 K 线之后就开始暴跌，这是1、2、3、4，然后这个本月是正好是五个月嘛，所以说你借用本月的话，正好是5根 K 线之后开始下跌。所以你如果说知道这么一个区间的话，在区间这个上沿附近的时候，你肯定会比较谨慎的，一旦有一点迹象的时候，它都可以下来。那么现在就看它是不是再次跌破下面这个空间。是不是要再次跌破这个？但是现在看它数一下它有多少根
1、2、3、4、5、6、7、8，如果再次跌破的话，就会9笔，因为缠论里面是9笔之后这个级别就升级了。那么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的，如果说它能够震出9笔来的话，那就形成了一个月线本周期的一个中枢，看它形成9笔之后能不能够再次上去，就是脱离这个中枢。一般震荡9段之后会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那么现在就看它是选择继续再次跌破这个42.96，还是要怎样？但是明显现在本月这个下跌还是比较深的，所以说你要是有的话。现在你要是那个割肉的话，已经不太那个什么了，不太好的位置，因为它完全是可以跌破这个之后，直接跌破42.96之后，也就是说它可以是这一笔的一个延续。你尽量怎么说呢？跌破42.96之后先解，或者说先出来。为什么说跌破42.96之后先出来呢？因为这个位置其实就类似一个跌破之后，它完全是可以快速的再往下走，就是说这个下面的深度你没有办法预测到，它也是可以一个跌破了42.96之后，直接再弹一下，然后再下，但是这个周期是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说42.96在短周期上是不能够被跌破，跌破它之后，这个下面是没办法测的，你先出来的好处是它再弹回来，你可以再买回来，一拐头的时候你可以再买回来，如果你不出来的话，它完全可以是慢慢往下走。那你这个空间是不可测的，所以说针对这个的话，要这个以42.96作为你的这个防守位。那么现在在日线上的话，前面这里42.96是出现了，这是一个也是4月9号那根 K 线，对吧？那么你也可以当成一个123，然后123之后，它快速一个跳空缺口，当然是因为跟财报相关了，一个快速杀破，这里其实有一个中枢的，对吧？直接杀破这个中枢，可以一个很弱的反弹，直接走反向。所以说这个票的话要相当的谨慎，有任何的反弹先减仓，也不要去做多。如果说你有能力的话，反而是可以去做空的。每次弹起来，比如说这个回不到这个中枢里面来，或者说你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对吧？他看他如果说顶到这个120天这里，那就也是一个很弱的反弹，这里就赶紧就减仓出逃，然后看他给不给一个123，甚至是要不背驰的话，可能要多等一等，可能要12345，对吧？那么你这个位置是你回补的位置，下面这个位置是你回补的位置。但是如果说先看它这个反弹，如果说这个反弹非常非常弱，够一笔了，那么就连0.382都到不了的话，你就更要跑，那可能是再次给你一个跳空缺口继续往下砸。所以说这个 TTD 的话，整体上首先不要做多，有反弹先减仓，或者说甚至反弹可以去做空它。好的，这是简单说一下这个 TTD，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那这个其他的人没有那什么了，我们还有6、7分钟，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这个朋友问的这个 OPEN。这个 Open Door 好像是我简单了解过，好像是跟房地产还是跟什么装修之类的有关系的一个票是吧？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散户这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它是一个线上快速买卖房屋的这么一家这个可能是线上的一个 broker 吧。那么它前面这里你看它这个大周期上，就像这种阴跌其实是最可怕的，就这种阴跌啊，这种阴跌是非常难受的。那么它直到出现了变化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没有办法进得去呢，因为它并没有完全改势，对吧？还没有完全破坏这个整体的这种下跌节奏。那么直到它突破了，或者说站上了这个，可能你站上120天的时候，甚至是这根 K 线，我们看一下这个天是7月16号这天，可能才敢进场，因为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多头开始发力的位置，对吧？如果说你一直跟踪它的话，那么这个位置肯定是要进的，因为它是已经破坏了前面这个下跌节奏。这个节奏是我们要关注的，这个前面这个你就完全可以不做它，对吧？因为它并没有破坏结构，完全可以继续下来。所以我们要发现的是，你长期跟踪的票，一旦出现了多空转换的时候，你一定要关注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发力是说明是下面已经蓄力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尤其像这种跌了这么长时间，所以说这是这个节奏变化的位置，你从大周期上也能看出来。
就是前面这里是其实做了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枢，我们把它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周线上这里有这么一个大中枢，对吧？你看它前面这里是3段构成中枢，然后每次震都在这个中枢里面，这里的话还不太明显，所以说这个的回落基本上就一笔干到这里，然后又跌破了前面这个中枢低点，那么这其实也是一个破底翻。用传统理论的话，这就是破底翻。那么如果说用我们缠论你一直跟着的话，那么出现底分型的人就可以进了，对吧？甚至是这一周，也就是7月7号这一周是可以进的，因为可能是前一周的话出现了周的底分型还不够明显，但是出现再一次快速拉升的时候，你在这个位置进，我们看一下它收在哪个0.77。0.77涨到3块多，那也是翻倍呀，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进是不晚的，这个位置是进是不晚的。那么你后面能不能拿得住，那就是看你个人了。那么它现在呢，从这个起涨点之后，它这个出来之后，那么这个其实回落是非常的好判断出来，或者说相对更好的一个2-3买，相当于一个2-3买重合的这么一个买点。或者说如果说下面没有中枢的话，那就是一个2买。我们看一下下面有没有中枢，在就这一段的回落，这段回落我们要找一下，看有没有相对能有3根 K 线重合的一个位置。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找一个这个呢？因为这个关系到是否出现3买。那么这里的话是有4根，这里是有过一次5天的超过5天的一个反弹，这里是不够，所以说它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之所以要找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那它决定了是否有3买。那么这个回落针对下面这个类中枢还是3买，所以这是一个2+3的一个买点。那么这个买点是肯定要进场的。那么即使做错的话，2+3的买点也要尝试去做，因为2+3一旦成立之后，这个后面的力度甚至可以再打高点，对吧？那么如果说你以它的回落的测的话，从这个起涨点是跌破了。当时是跌到 0.018， 尝试过1次反弹2次反弹，那么再次跌破，相当于这个小周期里面有一个小中枢，也是带结构的，看到没有？这是进入段，然后1次反弹2次反弹，再次跌破它，说明1小时上这里是带结构的。所以说你一直盯着它的话，这个位置是不能够错过它的，因为你看它，这是我们做复盘或者说做马后炮来分析的话就简单，但是你在当下的时候能不能够把这个位置，你可以其实不停的尝试。第一次这个肯定是不会去尝试，因为它不够回落不够比。那么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尝试的，因为这个首先这个回落是够比的，而且也在0.018附近，所以这个位置是不去尝试，但是这个位置肯定是要尝试的。那么尝试一次之后，那么如果说你能够做短线的话，有过一个4-5天的一个反弹，也可以达到短差。它再次跌破之后，这个位置反而要多加，因为这个结构更饱满了。这个结构更饱满之后，你的仓位可能比前面这里进的更多一些，然后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后面的这个强底分型之后的一个快速拉升，所以说这个整体结构是不难的，但难的就是你能不能够跟踪到这些，然后在不同的位置加不同的仓位，这里加的仓位和后面的加的仓位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结构更饱满了，而且是一个2-3买重合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它这个盘子非常小，对吧？波动相对是比较大的。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要大，针对这种票，所以说，那么后期的话，就是看它能不能够再次突破这个，或者说在这里做中枢。那么做中枢之后，如果说给你做出来一个中枢之后的话，那么这些买点每次的回落都要买回来，因为它完全可以是继续往上走，然后在上面再做出来一个大中枢。就是现在这个结构远未结束，如果说你有能力的话，可以慢慢跟这个，但是我不建议往里追。首先不要往里追了，因为它已经涨幅这么大了，对吧？它可以再次突破这个之后直接往下砸，它每一次的震荡空间就是幅度都非常大，所以说想玩这种小票的话，不是不能玩，但是前提是你得有那个心理承受能力来做它。好的，那么的话，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美东时间12点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只能进行30分钟了。我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